家人们，过年好呀！新的一年，生活里处处都得整点新花样。今天我就带着超实用的生活秘籍来给大家拜年了。过年的时候，家里各种东西都可能用得上，要是急需浇水却发现没有，或者买的浇水干了不能用，是不是特别让人头疼？别担心，今天我就教大家2个超简单的自制万能浇水方法，不仅制作过程轻松上手，还能省下不少钱，妈妈学会了都直夸使用，高兴的不得了。欢迎来到咱们充满生活智慧的蔬果小天地。今天的主角不是美食，而是人人都用得上的万能浇水。浇水每家每户都离不开它，可一般情况下，浇水用量不大，一旦打开，要是长时间不用，就容易凝固，万一哪天急着要用，又来不及去买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这时候，咱们自制的浇水就能派上大用场，轻松解决燃眉之急。其实，在家利用几个现成的道具，就能做出好用的浇水，既简便又实惠。咱们先来看看第一种自制浇水的方法。首先，准备一个干净的容器，接着往里面挤入1管家用牙膏。不知道大家平时刷牙后有没有注意到，有时候杯子上会留下牙膏的痕迹，牙膏变干之后就会凝固变硬，很难擦掉。今天咱们就巧妙利用牙膏的这个凝固特性，把它当做浇水的调配剂。要是您家里的牙膏是白色的就更好了，白色牙膏在粘东西的时候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使用范围也就更广。我家暂时没有其他牙膏了，就先用这个将就一下。挤好牙膏后，再加入一些家用普通面粉，面粉的用量和牙膏差不多就行。做面食的时候，大家肯定都发现面粉非常有粘性，每次揉搓面粉，手上都会沾满，而且很难搓洗掉。这和浇水的粘性原理类似，所以面粉也是咱们自制浇水的好材料。然后拿出家里的洗洁精，往容器里加入1泵洗洁精就够了，再加入1勺温水。注意，温水要少量多次慢慢加，洗洁精的浓稠度比较大，挤压出来的时候，能看到它呈现出胶水状。把这几样东西混合在一起，效果肯定不错。在搅拌的时候，如果感觉比较干，就可以再加入几滴温水来调节浓稠度。要是溶液比较稀，那就往里面加入适量面粉。咱们把溶液多搅拌一会儿，让里面的物质充分融合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水可不要加太多，否则溶液变稀，粘性就会大打折扣，效果就不好了。大家看，搅拌成像这样的效果就差不多了。把这4样东西混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了有粘性的浇水。制作过程是不是特别简单？为了展示这款自制浇水的粘性，咱们来做个小测试。测试的工具可以是纸张、纸杯等等。这里我选用纸杯，用牙签将胶水涂抹在纸杯的一侧，然后把另外一个纸杯粘上去。这里要提醒大家，粘好之后要等待10分钟左右，让胶水凝固。刚开始先用手拿住30秒左右不要动，让它初步定型，然后放开手等它自然凝固。要是赶时间，也可以用吹风机吹一吹，对着胶水的位置吹2分钟左右，加快风干速度。现在咱们来看看粘的效果怎么样。已经粘的比较结实了，很难扯开，随意扔在桌面上也不会散开。这就说明这款自制浇水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像我妈、奶奶那一辈的人，经常会用米糊来粘东西，用过米糊粘东西的朋友就知道这个原理。不过咱们自制的这款浇水可比米糊好用多了，粘性更大，也更加牢固，所以学会了以后，每次需要粘东西的时候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，效果肯定让您满意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分享第2款自制浇水。拿出家里的鸡蛋，把鸡蛋打开，注意只要蛋清不要蛋黄，将蛋清和蛋黄分离开，然后取来家里的洗衣液。这里跟大家说一下配比，放入的蛋清和洗衣液比例是2:1，千万不要放多了，这样做出来的浇水粘性更强。接着再次把家里的洗洁精拿来，只要一点点，取蛋清量的1/2洗洁精就行。大家可能会疑惑，
这几种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，怎么能做出胶水呢？别着急，接着往下看。咱们用打鸡蛋液的方式，把这3款溶液充分搅拌融合。很多朋友也许会好奇，鸡蛋真的能做胶水吗？待会测验就告诉大家答案。大概搅拌2分钟左右，哇，又粘又稠的胶水就成型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这款胶水用途可广了，可以用来粘鞋、粘纸、粘塑料等等。我取2个塑料袋给大家测验一下，将胶水涂抹上去，然后把2个塑料袋的盖子粘在一起，耐心等待10分钟，让它自然风干。要是用来粘鞋子，粘好以后静置1个晚上，第2天就可以穿了。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做的胶水成不成功，可以先像我一样做个小测验，这样再去粘鞋或者其他东西，就更容易成功了。大家看看，效果很不错吧？怎么摔都摔不开，这就是最后的答案，想撕都撕不下来，太粘了，效果特别棒，而且制作方法简单，现在就能明显感觉到效果非常实用，等它彻底干了效果会更好。这种自制的胶水，比咱们去买的强力胶效果都好，还特别简单方便，更实用更省钱，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。自制胶水的保质期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，如原材料种类、制作方法、保存条件等。以下是一些常见自制胶水保质期的大致情况。以淀粉为主要原料，加入水、防腐剂等制成的胶水，在常温下一般保质期为1至2周。如果在制作过程中没有添加防腐剂，且保存环境温度较高、湿度较大，可能保质期更短，3至5天就可能出现变质、发霉等情况，表现为颜色变黄、有异味，出现絮状沉淀或变得稀薄失去粘性。若将其放在冰箱冷藏，温度控制在2至8摄氏度，保质期可能延长至2至3周。主要成分是蛋清，加入少量洗洁精等辅助材料制成，在常温下一般能保存2至3天，因为蛋清很容易变质发臭。若放入冰箱冷藏，可保存5至7天左右。如果保存过程中发现蛋清胶水出现变色、异味或变得稀软，就说明已经变质，失去了粘性，由动物的皮、骨等熬制而成。常温下保质期可能在1至2个月左右，但如果保存环境不佳，比如温度过高或过于潮湿，可能会提前变质，出现粘性下降、颜色变深、有臭味等现象。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下，比如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，湿度在40%以下，保质期可能延长至3至6个月。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大家都要贴对联，平常孩子做手工作业也经常会用到胶水，学会了这2种自制胶水的方法，一年下来能省下不少钱呢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关于制作胶水的小妙招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我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蔬果，咱们下期再见啦。